X 射线光刻的豪赌和芯片业的未来。大家好，欢迎回到宋社西语。那在当今世界啊，半导体芯片呢是被称为新时代的石油啊。那么在 AI 啊、军事啊和所有的关键基础设施领域啊，它是基石。那在这个万亿资产的产业链的顶端啊，存在着两座难以逾越的高山。阿斯麦，唯一能够制造最先进的 EUV 光刻机的这种工业之神。一台 EUV 光刻机啊，它是由超过10万个精密零件组成，需要40个集装箱运输，售价呢高达数亿美元。那它内部的这个光学系统啊，使用了世界上最平整的镜子，在真空环境下工作，要求纳米级的精度控制，它被誉为啊是我们人类工程智慧的巅峰。台积电啊，它掌握着最尖端的芯片量产工艺的这个代工之王啊，几乎垄断了全球这种先进制程芯片的生产。然而啊，有一家名叫 Substrate 基底的这个美国初创公司啊，正试图用一种历史淘汰的技术 X 射线光刻来同时挑战这两大巨头。这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故事啊！这个创始人叫 James Proud 啊，他没有芯片行业的背景，却获得了包括硅谷的这个教父彼得蒂尔在内的1亿美元的种子轮投资，声称啊要在美国本土建立垂直整合的这个代工厂，并且把这个尖端芯片的晶圆成本啊从10万美元打到1万美元。所以这个究竟是工程学上的奇迹呢，还是美国在地缘政治压力下的这个政治豪赌？还是另外一场技术骗局呢？要理解 Substrate 的野心啊，我们还是必须先理解光刻技术的本质。光刻呀，这个词儿呢，它是来源于希腊语啊，原意是呢在石头上写字。但是啊，在半导体制造中呢，光刻啊不是用刀子或者其他工具雕刻一样直接刻出电路来。光刻的本质啊是一个化学和物理的过程，更像是啊这种高度精密的照相或者是化学腐蚀的这种模板制造。光刻的作用啊，就是把一个复杂的电路图啊，比如说储存在眼膜或者光罩上，精确的转移到硅晶圆的每一层上。首先啊，需要在这个光秃秃的硅晶圆或者前一层材料上涂上一层特殊的感光材料，这个称为什么呢？感光胶。这个光刻胶啊，它是一种对特定波长光敏感的这个聚合物材料啊，需要对光有反应。啊，它又分为正性光刻胶啊，就是曝光的部分呢会被化学反应溶解掉啊。大家自己动手做过这个线路板的小伙伴都知道啊，就是没有胶带，没有粘胶带被腐蚀掉铜箔的那一部分。还有负性光刻胶啊，就是曝光的部分呢会发生交联的固化，变得不溶于这个显影液，相当于我们贴胶带那个部分。但是这个类比也不是很精确啊。第二步呢就是曝光，这是光刻过程的核心。这个 mask 就是眼膜或者光罩呢，上面带有要转移的这个电路图案。光刻机呢，就是通过透镜或者反射镜，把光源，比如说 DUV、UV 或者 Substrate 声称的这个 X 光线啊，照射到眼膜上，然后就是投影。这种精密的光学系统，比如说阿斯麦的 EUV 机器里边的反射镜，会把眼膜上的这个图形啊缩小并聚焦，投射到涂有光刻胶的这个晶圆表面，然后就是化学变化。这个光刻胶呢，刚才我们讲过，只有被光照射到的区域会发生化学变化，溶解啊或者固化。那第三步呢，就是显影，就曝光完成之后啊，晶圆呢就被进入显影液里边，跟照相有点像是吧？显影液啊会立刻根据光刻胶的类型，你是正性的还是负性，移除曝光或者未曝光的部分。下边就是产物啊，这个时候啊，晶圆表面呢就形成一个微小的图案模板。某些区域，它的这个被光刻胶覆盖，而其他区域呢，就暴露在下方的前一层材料，比如说氧化硅或者其他金属里边。第四步呢，就是刻蚀，这是真正的刻的部分啊，但是依然是化学或者物理过程啊。它是由上一步形成的这个光刻胶的模板啊，通过化学腐蚀，也有湿法刻蚀或者等离子体冲击啊，这是干法的，来移除这个光刻胶未覆盖区域的下层材料，下层的啊。那么光刻胶模板啊，它充当保护层，防止下方被覆盖的材料被移除。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当这个光刻胶被剥离之后啊，下方的材料就会被永久的转移了电路图案。
那么最后呢，我们移出剩余的完成了保护作用的那个光刻胶，这样晶圆上呢就形成了一层电路的图案转移一层一层的。那 substrate 它挑战阿斯曼的核心就在第二步，就是曝光这个过程。那么目前来说呀，用粒子加速器产生 X 射线取代阿斯麦的这个 UV 光源，这是它的目标。那这个优势是什么呢？就是 X 射线它的波长更短，理论上呢可以实现更小的这个电路特征，就是更高的分辨率。这个挑战呢，就是 X 射线它难以反射或者折射，那么这就极大的改变了眼膜或者曝光系统的设计，也是历史上 X 射线光刻失败主要的工程障碍。那么光刻技术它是模板制造那么就是通过光把图案转移到这个感光材料上，前面我讲过然后利用化学方法呢移除前面那部分的光刻胶，最后把剩下的光刻胶呢作为保护模板腐蚀下方材料，也就是一种间接的化学的辅助的雕刻方式，而不是直接的物理切割了。所以这个技术它背后是有个瓶颈的，它的物理学原理叫什么？叫衍射极限。就是当光波通过小孔或者极细小的物体，它会发生衍射就是扰射，会导致这个图像模糊那么能够分辨的最小特征尺寸大约是这个光波长的一半。所以呢，比如说紫外光就是365纳米，那它可刻印呢大概就是一半180纳米的这个特征。极紫外光它是193纳米，那它可以刻印呢大概90纳米的这个特征。极紫外光就是刚才说深紫外光，这个是极紫外光，就 EUV 现在用的就 13.5 纳米，那它可以刻印呢大概是7纳米的特征。X 射线是多少呢？是 0.1 到10纳米，所以它理论上那可以刻印更精细的特征了。这就是为什么半导体行业也一直在追求更短波长的光源。那么从1970到1990年代使用紫外光和深紫外光，这是相对温和的技术。到了1990年到2010年代DUV 配合各种的这个作弊技术，所谓的作弊呢就是紧末视多重曝光等等，继续延续这个摩尔定律，是给摩尔定律续命。到了2010年代至今，阿斯麦就成功的商业化了极紫外光，就 EUV 技术就开创了新纪元。在这个历史过程中X 射线光刻曾经是下一代技术的这个主要候选者，曾经的东宫太子，但最终还是被放弃了。那这位曾经的这个东宫太子X 射线它的波长呢确实比 EUV 更短，前面我讲过，理论上它应该拥有更高的这种分辨率的潜力。那么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X 射线进场光刻叫 XRL 曾经被寄予厚望，但是它最终在商业竞争环境里边呢就败给了 EUV。原因呢有3个致命的这个工程难题。第一个呢就是光源的巨大化和天文成本，要产生这个高强度高准直度的这个 X 射线光速流历史上过去唯一的选择就是同步辐射加速器。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同步辐射加速器它跨越数公里，而且建造高昂的这么一个科学基础设施，都建在科学院里边。你想象一下，每一个芯片厂制造厂都建一个粒子加速器，这在经济上是完全不可行的。那一个同步辐射光源，它的建设成本就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而占地面积相当于一个小型飞机场。第二步呢，就是眼膜它的脆弱的这种诅咒，还有1:1投影这种陷阱。因为 X 射线它极难被有效的反射或者折射，大家记住这一点所以历史上的 XRL 就 X 射线的这个光刻就被迫采用1:1进场投影，眼膜上的图案和最终刻印上晶圆上的图案它是等大小的1:1，这就带来一个工程上的噩梦就是眼膜材料上它就有问题。X 射线眼膜必须有极薄大概是2微米的，而且脆弱的低原子叙述这个薄膜，比如说氮化硅作为支撑，上面沉积高密度的这个吸收体，比如说金来形成图案。再一个就是物理应力上的这个灾难，那这2种材料的热膨胀系数不一样，在 X 射线照射下呢会产生热应力，也导致纳米级的形变。因为是1:1的投影眼膜上任何微小的形变都会导致晶圆上的这个套刻的误差，就 overlay error
和图形失真，大家可以理解成，这个技术片翘了。那更糟糕的是什么呢？眼膜上的任何缺陷呢，都会1比1复刻到镜面上，没法通过光学系统来缩小，这就使得这个眼膜的缺陷管理难度极高啊！大家可以把这个眼膜想象成底片啊，那么一个纳米级的颗粒，这种污染就可能毁掉整批的晶圆。那第三个呢，就是光学系统的物理障碍。X 射线和物质相互作用极弱啊，它的优点就是穿透力强嘛，这是它的致命的缺点，它无法用传统的透镜来折射。X 射线的折射率接近1啊，那么普通玻璃对它几乎是透明的啊，难以垂直反射。我们常规镜子对 X 射线是无效的，只能用略射角反射，就需要用极其精密的这种多层反射镜，而且效率是很低的。这就意味着 X 射线它的光学系统无法像 EUV 极紫外光那样实现缩放的投影EUV 呢虽然也难以操控，但是阿斯麦用极其复杂的这种多层反射系统它就实现了4倍的缩小投影。那眼膜上的特征呢，可以比镜圆上大4倍，就大大的降低了眼膜的制造难度。那举个例子我们日常生活里边 X 射线胸片这个胸片我昨天就做了一个其实呢就是1比1的投影。X 射线的穿透人体在底片上形成一个等大的阴影。这种简单的这种穿透呈现它是不需要任何光学的缩放的，也不需要所谓纳米级的这个精度。当然严格来说它通常是1比1左右就是尺寸接近真实的物体，因为是投射嘛，几何原理还是存在一定程度的这种放大和失真的。但是光刻是完全不同的它需要通过复杂的光学系统眼膜上的图案精确的缩小并投射到镜圆上，同时保持纳米级的精度和均匀性。所以这就像要求胸片不仅要成像，而且还要图像精确的缩小3倍，并且每个细节的误差都不能超过几个原子的尺度。这在 X 射线的物理特性上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正是这3个致命的缺陷呢，让 X 射线光刻 XRL 在商业竞争中就败给了 EUV 极紫外光。那 Substrate 这个基底公司，它的技术主张之所以震撼，是因为他们声称已经找到了解决上述3个历史难题的工程方案。那第一个突破就是紧凑型的粒子加速器。前面讲过这个加速器很大的，那 Substrate 的解决方案呢，就是用一个紧凑的经济高效的粒子加速器来取代巨大的科学院的同步辐射源。那这个技术细节根据他们公开的一些说法就系统采用射频枪就是把电子加速到接近光速。那么系统尺寸呢，可能只有数十米，可以安装在晶圆厂的车间内部。那么电子呢，就通过这个波荡器这个冲过的时候呢，会发射出亮度高达太阳数十亿倍的 X 射线脉冲。那这个战略意义是很大的这就直接解决了 XRL 在经济成本和体积上的这个历史瓶颈，给商业化奠定基础。那但这儿我们需要注意这个紧凑型加速器的技术它其实并不是说他们发明全新的，而最近些年这个自由电子激光这些领域呢，因为有所发展，这些关键问题是它能不能达到光刻所需要的这种稳定性、功率和寿命。突破2呢，就是革命性的3倍的缩放投影前面我们讲过 X 射线是极难改变方向就也能就是说你缩小放大的，这就是 Substrate 最颠覆性的主张，也是最让我们怀疑的部分他们技术声称根据他们一个投资方报告，那使用定制 X 射线反射镜和过滤器，把 X 射线的光束导向密封的投影头，实现3倍的缩小投影。那这个工程意义就很大了，眼膜上的特征尺寸呢可以放大3倍，就大大的降低了制造难度。以前呢必须1比1，你像芯片纳米级的1比1是吧？它现在是1比3了。再一个就是眼膜上的应力和形变的问题呢也变得缓解了，就眼膜的缺陷呢会被缩小3倍，就改善了缺陷管理。再一个就是和晶圆之间的间隙呢也要求大幅降低了。所以在物理现象上它是有挑战的。我们知道 X 射线波长比 EUV 更短0.1到10纳米，那要在不损失能量和精度的前提下实现缩放，需要极度先进的这种略射角光学系统和多层的反射镜技术。历史上曾经无数的团队试图
尝试过 X 射线的这个缩放投影，都因为效率太低啊，系统太复杂，都失败了。如果 Substrate 它真的实现了这一点，那这将是光学工程上的重大突破。那第三个呢，就是他们声称要垂直整合的这种壁画生态要做。Substrate 呢，它不只是卖设备，他们的野心啊是要建立完整的垂直整合生态。首先，光源呢就是自主研发的，前面说紧凑型的加速器。那光学系统呢也是定制的这种 X 射线反射镜和投影头，那这是他们声称的啊。再一个就是光刻胶化学，有专有的这种管光材料和工艺配方。再就是代工厂在美国本土建立使用自己设备的这个 Fab。那它的战略目标呢，就是完全独立于阿斯麦的知识产权和现有的供应链，直接和台积电竞争。那这种模式就类似于特斯拉在电动车行业的这个垂直整合。但是我们知道半导体制造的这个复杂程度要高出造车数个甚至几十个数量级，是吧？所以 Substrate 它的故事之所以这么引人注目就是因为它超越了单纯的技术讨论，深深的潜入了这种地缘政治和资本博弈的这种语境。我们知道创始人前面讲过 James Proud 他是非传统这种背景就让我们联想到谁呢？伊丽莎白 Holmes 他的那个 Theranos 骗局我们前面讲过那个硅谷女骗子，但是还是有一些重要区别的。那当然相似地方也很多，比如说年轻有魅力的这种创始人，是吧？他没有相关行业的这个深厚背景然后是提出颠覆性的技术主张，吸引到了顶级的资本和政治观众。但是有一个关键差异 ，Substrate 的团队它包含 EUV 光刻技术的共同创建者包括来自台积电AMD 的这个前专家。第二个，技术主张它是具体的可验证的工程目标不像那个 Theranos 它那个模糊的黑盒滴一滴血啥都知道了。再一个就是已经有国家实验室演示的12纳米图像那当然这个还需要验证再一个就是投资者明确这就是高风险的战略投资，而不是确定性的商业项目。但是还是我看完这个信息之后，还是有一个让我困惑的这个矛盾。这个 James Proud 据报道他是没有上过大学的，也没有工程学的背景。但是他所挑战的领域不是一个道斯系统不是一个当初乔布斯的一个计算机的制造，它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领域。工程学它不是一个纯脑力游戏工程学它和纯粹的这个数学或者理论物理的模式不同。数学天才可以凭借这种超凡的逻辑推理能力，在少年时代可能就做出突破。但是工程学特别是像半导体制造这种超复杂系统工程，它需要我们现场经验理解设备它是怎么在真实条件下运行的，是吧？你要有动手的实践能力，亲手调试解决无数细小这种致命问题的能力，还要有10倍的积累经过数千次这种试错建立起来的这种工程直觉再一个就是跨学科的整合，材料学、光学、机械、电子、化学这种深度融合。所以这就不是看书或者天赋所能掌握的，那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需要在洁净室里边穿着这个防护服盯着设备运行数千小时，经历无数次的这种失败，才能建立起这种对系统的真实理解。但是这个 James Proud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善意的理解想象他可能有几种可能的这个解释，比如说他不是这个技术的实际创造者，这个 Proud 更多可能扮演的是这种愿景领袖和资源整合者的角色，他只指明方向。真正的技术团队来自团队中的顶级专家。第二呢，他可能具有超长的学习能力。历史上确实有极少数记忆力和学习能力超群的人比如说马斯克也算一个，能够通过极短的时间的高强度学习来掌握复杂的领域。第三个呢，就是第一性原理思维的优势，没有被传统的框架所束缚，反而能提出这些行业老手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方案其实 LK99 当初我们也认为是这样的。再一个就是包装和现实的差距，也可能他公开的形象是吧可能被放大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透镜放大一样，可能有实际技术的贡献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这种神通转世般的这种叙事本身就给 Substrate 它增添了更多的这种不确定性或者争议。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就是地缘政治的痛点。那台积电位于地缘政治敏感地区，那美国缺乏顶端芯片的本土
独立制造能力，所以对阿斯麦的这个依赖也构成一种战略风险。所以这个投资逻辑呢，我们可以想一下，对于 Founders Fund 就是那个彼得蒂尔的公司和美国政府而言啊，大家知道彼得蒂尔是美国的影子皇帝是吧？即使 Substrate 只有10%的成功率，如果它能够完全独立于现有的供应链啊，这种这个本土化尖端做一个制造方案，那就是这种无价的这种国家安全的对冲啊。1亿美元的种子轮，在这个语境下，实际上是一种战略溢价了。为了降低战争风险和供应链卡脖子的风险而支付的这个保险费。Substrate 呀，它声称把尖端芯片的晶圆成本要从10万美元打到1万美元。如果这是真的，这就意味着本土制造的这个经济劣势就会被消除了。美国的人员成本高嘛，但是他把成本大大降低了，他弯道超车了是吧？ AI 芯片的这个成本就会大幅下降，摩尔定律的这个经济学也会被重置。那这种经济的诱惑力本身就构成了投资的另一层合理性。假如Substrate 它的技术主张最终被商业化验证，那它的历史地位将会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首先是工程学的胜利啊，这将是系统工程和物理学应用的一个重大胜利，因为它用更聪明的方法解决了50年来都没有能解决的难题，证明了技术路线图可以被彻底的重启啊，可以 reset 啊，重新定义了什么是最优解。那有人问了，他会不会获得诺贝尔奖呢？但是我们知道诺贝尔奖主要是奖励基础科学原理的发现，而不是工程学应用。但是如果他定制了一种 X 射线的反射镜啊，基于一种全新的物理机制实现高效的缩放。还有呢，如果它这种紧凑性的加速器，它的设计涉及到之前未知的这种粒子束物理原理啊，那么这个核心的物理学家可能会问鼎诺贝尔物理学奖啊。那当然了，如果这个技术成真，更现实的荣誉是什么呢？比如获得国家技术与创新的奖章、IEEE 的荣誉奖章、工程史上的这种里程碑地位，以及大大小小的世界上的其他的奖项，它会彻底的改写产业格局了。如果他们成功，就意味着阿斯麦它的垄断就被打破了。无论是中国呀，还是美国呀，还是日本啊，都有这想法。台积电的这个代工优势就会被削弱。那美国呢，就重新夺回半导体制造主导权。全球芯片业产业链重构了。如果是假的呢？面对这么奇特的技术主张我刚看到是不相信的。但是基于我对 LK99 的认知，我们还是必须保持警惕，是吧？科技史上打着颠覆旗号的这个骗局并不罕见我们看一下科技史上这些黑科技骗局。前面讲过，我那个短视频里面讲过那个硅谷女骗的就 Theranos 伊丽莎白那家公司，它从2003年开始到2018年。他承诺用1滴血就完成数百项测试那么它的吸引力是很大的，包括国家的安全叙事和医疗的革命。那它估值巅峰达到90亿美元。真相呢是这个技术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数据是全面造假，没一个是真的。那结局呢？创始人伊丽莎白现在在判了11年，正在监狱里边健身的。昨天我还找到他拎着2个哑铃的图片。再一个就是Joy Scientific 氢能源骗局，这个之前我们讲过，它承诺是低成本的水变氢技术，真相是什么呢？核心技术撒谎物理原理它就站不住脚，结局呢就崩溃了嘛，投资者损失惨重再一个就是 Nikola 汽车2020年的这个，在我早期做视频的时候也做过，好像还是当时发在西瓜视频上。他承诺这是一种革命性的氢燃料卡车，真相呢，它的原创车演示就造假。车是呢被推下坡的，它是个下坡路。这个结局呢也是创始人被判了4年。那么目前Substrate 我们还没法定义它是骗局，因为它有几个重要特征。第一个就是专家团队的背书团队包括 EUV 技术的共同创建者，这些顶级专家。大家知道阿斯麦用的核心技术是美国创造的实际上是。第二个呢是具体工程目标，就是紧凑性的加速器，3倍投影的光学是明确的、可验证的。但是这个目前来说还是投资者的说法没有其他人说法，因为他们要保密。第三个就是战略资本的这个耐心彼得蒂尔他们投资者他清楚是一种长期的高风险的战略赌注。再一个就是有初步的演示，声称在国家实验室演示了12纳米的图像。那 Substrate 最可能的风险，我觉得并不是完全造假，
而技术真实啊，也不一定就能商业化，这才是最大风险。它可能会制造出了原型机，并且实现了12纳米的刻印，但没法在商业化里边实现所需的这种稳定性、高良品率、高吞吐量下来运行这个设备。再一个就光源的寿命就是反射镜的衰减、眼膜的稳定性，这些问题都可能无法解决。我们讲这眼膜就理解成胶片，这个胶片如果它用一次就完了，这也是个问题，是吧？所以也可能它最终被困在实验室阶段，无法投入量产。所以这种半真半假的困境可能比纯粹的骗局更糟糕，因为它会持续的耗费数十亿的美元，给投资者和国家战略带来巨大的机会成本。Substrate 的故事这个 substrate 我们可以翻译成基底它的意思就是本身就是一个隐喻，我觉得它既是芯片制造的这种物理基底，也可能成为美国的这个芯片主权的新基底。阿斯麦代表的是极致的复杂精益求精的这种系统工程哲学。那么 Substrate 呢，他提出的是极尽的简化、另辟蹊径的这种颠覆性思维。所以这种对比本身就是一种技术哲学的冲突是通过无限的堆砌技术复杂度来提高物理极限呢，还是通过范式转换来绕过现有的障碍呢？詹姆斯 Proud 他的这个非传统背景也可能就是这场战争的必要条件，因为传统行业专家他已经被现有的框架完全给驯化了，只有这种非理性的外部颠覆者才敢在被判死刑的这个 XRL 这个领域豪赌数十亿。那么历史上呢，实际上许多突破也真的就是来自外行的第一性原理思考。比如说电动车是吧？那丰田早就做电动车了是吧？所以 Substrate 的命运可能取决于几个核心的验证点。第一就是工程验证，就是3倍缩放 X 射线这个投影光学系统能不能在商业量产所需的这个高功率、高稳定下成功的可靠运行。大概就是良品和吞吐量，它的系统能不能稳定，甚至超越阿斯麦 EUV 的这个商业化标准。第三个呢就是独立的验证，你生成12纳米在国家实验室演示，必须经过独立的可重复的第三方验证。再一个就是经济的可行性，实际的成本能不能真的达到所谓的降到1万元美元的级别。无论这个结果如何Substrate 的故事现在都已经成为技术颠覆的这个极端案例也是国家战略和资本博弈的一个缩影但当然它也是我们人类工程极限挑战工程极限的又一次探索。如果它成功了，它真的将被载入工程史和地缘政治的史册；如果它失败了，它就会成为硅谷豪赌文化的又一个警铃所以无论结果如何这场代号为基底的战争都将是未来几年全球科技界最值得关注的事件。好吧，这就是关于一个我看了不太相信的这么一个故事，但是我还是完整的给大家讲完了。您觉得这个故事靠谱吗？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我们会持续关注 James Proud 的故事。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